别看这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这底下我可沤着肥呢啊！等过段日子种上种，窜了秧苗，那才好看呢。有了麦子稻子，这天下就安定了。哎，我说呢，前几个月，陛下怎么巴巴的派人去过渝州？原来你是为了把先前这些都移过来。等陛下的麦子都丰收了，弟弟，你带着家人一起到宫里来吃顿家宴吧。舅舅，怎么，有什么困难呢？既然将军舍不得吃，那就把这麦子让给我吧。朕就这么点麦子，啊，你也要，他也要，朕还想吃一口。陛下，您就让我吧，好歹你分我一挑子，让我做我新婚大喜的恩赏呗。哟，你这个浪荡子，看上哪家姑娘了？盛家嫡女。盛家，盛家好啊，读书人，正好管教管教你这个闯天闯地的啊。成，朕许你一条麦子。谢陛下。都好些日了，明兰都快住在他屋里去了，怎么还不听动？每日也只送些粗茶淡饭，也没动静。那以前这样，如儿早就求饶了，这回怎么还不松口？打小也没这么死心眼儿。要不再等几日？咱们能等，那顾廷烨能等吗？听说登门求亲的人把他家大门外围得水泄不通的。咱们迟迟不点头，他烦了，扭头去找别人，那咱们盛家不光是倒水的肥羊跑了，还会被人笑话死。我方才出去采买，在外边听见有人议论咱们家和顾家的婚事呢。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？不知道呀，咱们家可是告诫过下人们，不准在外头乱说的。是不是那顾廷烨手下都是些粗野当兵的，嘴上不严，消息说出去的？还说什么了？就是后头这句要紧。有人说，当今圣上知道他看上了咱家的姑娘，说他有眼力，要赐婚呢。赐婚啊！哎呦，哎呀！姑娘还是先吃点饭吧，再这样耗下去，身子该坏了。吃什么呀？我肚子里憋着一口气，吃什么能吃得下去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在这烦我了，出去出去！依我看，姑娘就听大娘子的话吧，别再惦记那我。你到底嫁不嫁？我不嫁不嫁！你们打死我吧！打死你！你不嫁，盛家就要死到临头了。怎么？我不跟顾家结亲，那顾廷烨就能杀到咱们家里来不成？他上咱们家登门提亲，连官家都知道了。什么？
官家还说他眼光好，要赐婚呢。赐婚？牛不喝水硬按头啊！官家没有逼着臣子嫁女的道理吧？胡说！你敢抗旨不遵，不光是你，也不光是我们盛家，连你右阳大伯伯家、横西二叔叔、四姑姑家，咱们盛家满门都是死罪。要不你去跟他说，就说女儿已经许了人家了，官家总不能逼着有婚事的吧？他要是追问许给哪家呢，总不能叫你爹爹随便胡扯吧？这可是欺君之罪，一样要杀头的。那就在这次科考的举子中，随便找一个搪塞过去嘛。对了，父亲前些日子不是给四姐姐物色了一个吗？听说二哥哥也见过，说他人不错。既然跟咱们家认识，总能帮咱们圆这个谎吧？说什么？你个闺阁女儿居然张口闭口给自己找假夫家，羞不羞？你爹爹最要面子，这成什么了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爹爹肯，那顾廷烨要是知道你宁要个穷举子也不嫁给他，会怎么想？哎呦，你管他怎么想呢？这是顾廷烨，难道你不认识他？从小忤逆，连他爹他都……现在又是救过先帝，还救了新皇的人啊！刀山血海搏出来的功名，你敢扫他的颜面，能有什么好果子吃？他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一个穷举子，怕是将来无论你嫁给谁，都难保他不为难你夫家呀。此人可是要记仇记一辈子的。好了，别哭了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？等你嫁过去，荣华富贵，说不定还有诰命呢。大娘子，咱们姑娘是个心地醇厚的孩子，绝不会像林七阁那边似的损人利己。哪怕为着父母兄弟，为着盛家，她也会想通的。真是老天有眼呐！我同你讲，当初墨兰那丫头做出那种贱骨头的事儿，拖着我们全家姑娘去死，反倒嫁入伯爵府里头，我真是觉得上天不公啊！我这心里就跟油煎一样，整晚的睡不着觉。现在我才晓得，真人神仙还是看护着我的。想不到我如兰的姻缘，竟落到了侯爵府里头，让我想想就高兴了。大娘子苦尽甘来了。您老人家这几日胃口好，睡得可好？大娘子满面春风的，有喜事？托老太太的福，儿媳正要禀报呢。如兰的婚事吧？你们夫妇愿意将如兰嫁给顾廷烨？不是说如兰不愿意吗？她都好几日成婚定性不露面了。儿媳已经劝了好几日了，她也点头了，只是还有些害羞，不愿出来见人罢了。那顾家人情复杂，顾廷烨也喜怒不定。你们真想好了，叫如兰这么个被家里惯坏了的直肠子去嫁给他？
那都是京城人们传的闲话。长白与顾廷烨交好多年，最是知道他的品行。他都说此人靠得住呢，那亲哥哥总不会害亲妹妹吧？只要你们肯，我没什么话说。陆姐姐，你真的想通了？官家都求婚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宁可死，也不能让靖哥哥涉险。怎么能扯上涉险呢？难道还违抗圣意吗？那个顾廷烨，睚眦必报，最是记仇。我若是不答应他，他万一去找靖哥哥的麻烦，我宁可嫁给他一辈子受苦，也不想让他去为难靖哥哥。不至于的。二哥哥与他相交这么多年，他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呀。二哥哥一介文人，怎么可能看得透一个冰炉子的真面目？还有你，只不过是在你小时候帮过你几次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也许他就变坏了呢。不会的，也不至于。他也帮过我好多次。哎，说到底，我是投鼠忌器。或许顾廷烨真的不是记仇的人，可万一呢？靖哥哥一个文人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又无权无势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去欺负靖哥哥呢？我有的时候就在想，要是我们不是人，是猫，是只狗，是虫，是草，可以双宿双飞，自由自在的，多好啊！我有的时候在花园里看到那猫，我都可羡慕了。非要他不可吗？你不懂。我问你，若是你能要元若哥哥，你不要吗？这种事要不到，算了。不，若是真爱一个人，就一定要是他。若不是他，睡觉也睡不着，吃饭也吃不下。坐着的时候想他，走着的时候也想他，绣花的时候想他，打马球的时候想他，做茶的时候、焚香的时候都会想着他，永远永远都会想着他。姐姐，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，世上有那么多事情发生，我们总是要往前看的，一定会忘记他的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那我们想点高兴的事儿吧。你若嫁到了侯府，那你可比四姐姐活生生高出一大截。她以后见到你是要行礼的。真的？真的呀。以后若顾二叔得了高官厚禄，说不定你也能加封诰命，那四姐姐就是一辈子拍马也追不上你啦。这倒是一件可开欣慰的事情，也是唯一一件了吧。大娘子也会很开心。你说我母亲怎么心这么狠啊？活生生的把我往火坑里推。靖哥哥，你说靖哥哥他现在在干什么呢？
听说玉清观春有玉兰，秋有菊，哎，咱们看看去。你这平日里忙得四脚朝天的，今日怎么得闲去赏秋花呀？若有好看的，我攀折一枝，你给我带回去，送给你的妹妹。走啊！哎，看见没有？刚才我一说要成亲，这油灯里的灯花爆了又爆。哎，感觉是我母亲在天上都为我高兴。这才刚开个头，好日子长着呢。哎，向来啊，都是我为兄，你为弟。这想着再过些日子，我就得管你叫兄长了。不过这心里真是有点不是滋味啊。不是滋味儿啊哦，那这婚事啊，作罢了啊！作罢了。哎呀，得逞了。只要能娶到你妹妹，就算让我给你降一个辈儿，我也愿意啊。好啊！我这算知道你的真心诚意了啊！正是。此处有人在哭泣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？我不能对不起盛家，只能对不起你。盛家？公子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！你看什么看？回去！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会！这呀，你回家！哎呀！哎。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！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我让他死，全家一块去死！不，你倒是就知道哭。本来我以为你跟墨兰不同呢，没想到竟也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，还让人给看见了。你说你活着做什么？不如死了干净。这是要去私奔，还是去？祖母，自然不是。五妹妹是个心地醇厚的孩子，这门亲事上达天听，她是死心塌地待嫁的。就是去告个别，竟这么不巧。那顾廷烨说要将成婚的消息告知王母，约了官人去烧香，正撞见了。也是运气不好。那魏日轩那边怎么样啦？父亲拿白绫要勒死五妹妹呢，把他身边的女使也给打了，可这也于事无补呀。听说那顾廷烨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，实在不知他发起怒来会做出什么事儿。顾廷烨虽说是个武将，却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。况且此事传出去，他也面上无光，又有和长柏的交情，我估摸着他也不会就此翻脸。可五妹妹这事儿，官家都知道了，若是又不成了，难免也要过问。五妹妹这样，纵使官人讨交情，那顾廷烨怕也不肯。再说，这事若是宣扬出去，咱们家就……上次墨兰闯了大祸，我尚且能到梁家卖一卖老脸，可顾家人
顾家是个继母，顾廷烨又与他翻脸了。我纵然想再去卖一次，恐怕也无能为力了。姑娘，怎么样了？喜鹊姐姐被打得青紫，听说五姑娘扑到身上挨了好几个板子才没被打死。我把咱们房里好的药都留下了。那现在呢？你还打听出什么没有？魏瑞轩守得跟铁桶一样，什么人都不准随便出入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啊，我听杨傲姐姐说，二哥已经连夜替主君给顾家送信去了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这个顾廷烨真是个灾星，只要跟他沾边的，准要生事。其实吴姐姐无非就是想做个诀别，想对了念想，怎么那么倒霉，就偏偏让他给碰见了。父亲写信，就是舌灿莲花，又不济于事。此事怎么看都是一局死棋，无解的呀。依我看也怪不得人家，谁让咱们家的姑娘一个个都这样任性妄为。最倒霉的还是姑娘你，要是贺家，若是贺家就因为这个事儿不要我了，就随他们便吧。反正嫁人这事儿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听祖母的，听天由命吧。你休想！亏你也是为人父的。这种主意也想得出来？那顾廷烨什么人呐？啊，你蒙他，可他眼里能揉沙子？母亲，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儿子昨日就让长柏去找顾二商议退亲的事儿了。那顾二还算好说话，凭着长柏跟他还算有点交情。即便是悔婚了，最多是让人议论几句。你说不得清流人家，还觉得咱们不攀新贵，高看咱们一眼呢。可顾二说了，现在是这门亲事已经在官家眼前定了呀。那官家还能拿着刀子逼我孙女嫁人不成？你去说。我明来发愿了，要出家做姑子。母亲，母亲，那顾二在外头只说是求盛家嫡女，又没指名道姓，明兰早就记在我名下了，也是嫡女呢。对外就只说原本就是明兰许顾家，如兰许文家，这样2家啊不3家都好啊。你想得美！你身为嫡母大娘子，啊，平日里有什么好的香的，从来想不起明儿。有了高门显贵来打听，只说如儿。如今出了事儿了，倒想起明兰来了。你们2个一个是私心用甚，就想着自己亲生的；一个是利欲熏心，只想着功名利禄。你们这好一对豺狼虎豹、狠心的夫妻，想把明儿从我房里抢走，除非一拳头捶死我！母亲骂得对。可是您千不看万不看，也不能不看在华儿的面子上啊。华儿在婆家本来日子就过得不好，幸亏姑爷还体恤，可姑爷如今在顾廷烨手下为官，若今日这事儿不能善了，那顾廷烨要是怪罪起姑爷来，那叫华儿可怎么办呢？华儿可是也在您身边长大的，您不能光疼明丫头一个呀。上次那个混账出事，
你们也是要看华儿的命。如今如儿出事，还是要看华儿的面。华儿好大的面呐！他到底是明媒正娶到伯爵府的，他们还敢把他休回来不成？难道要妹妹搭上一辈子，他心里才好过？你们把华儿叫到我跟前来问问，我看他倒比你们两个还疼明儿些。母亲方才说，让儿子去跟官家说明儿要出家当姑子。此话是欺君之罪，儿子不敢。母亲若觉得没事儿，那儿子就替母亲写帖子拜公，母亲替儿子说去。老太太，消消气。老太太，喝口参汤平平气啊。你先别急，用祖母慢慢想法子。你与何家的婚事原本都说的差不多了，这么做很对不起你。二哥哥没听错吗？顾廷烨他要娶我。不会错啊，千真万确。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。公子，公子，你的名字在那儿啊！我中了，我中了，13米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母亲，母亲。我中了。太好了，总算是没有白孤独一场。咱们戚家总算是有件喜事。快，请国公爷回府，挂红灯，点炮竹。母亲，先别忙，这些事情，儿子自会吩咐下人去做的。现在有件事情，儿子想求母亲。母亲，我明白。母亲明白，都怪我不好，让你结婚输液，变成了官府。如今也算是有功名在身，再去提亲，也不算是委屈了您了。母亲这就沐浴更衣，
去盛家，一定将这门亲事说成。这是你姐夫特意酿的雪花酒，尝尝。有龙脑香做君，木香做臣，喝下去有透凉之意，不愧叫做雪花酒。大娘子，大娘子，我好了。怎么大惊小怪的？哥儿哭个不停，怎么都哄不住。奶妈去看过了也不行。大娘子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石哥怎么了？你别去了，他们一惊一乍的。你坐下来吃，没事。走吧。大姑娘怎么不叫姑娘去瞧一眼呢？大姐姐自然有她的道理。小桃，哎，尝尝。这鱼火候调味都挺好的。就是鱼肉欠缺了些。若想要活鱼，我去酉阳江上给你补几尾来。原来大姐姐也请了你。你大姐姐为何请不得我？说起来啊，我还是你大姐夫的上司。我来这儿看看我的小侄儿、小侄女，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。我小侄儿正哭着呢，你且去看吧。先把话说完，再去不迟。我没有话跟郭二叔说。咱俩都快成亲了，不要再叫我二叔了。我不同意。我祖母也没点头，这事儿未必能成。生气了？哎，留步。我知道六姑娘心里边有气，但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得摊开来说，憋在心里不是办法，以诚相待才是道理。与说实话的人说实话，那叫以诚相待；与不说实话的人说实话，那叫奇蠢如猪。郭二叔瞧我像傻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说实话？这从何说起？就打从你提亲说起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我吴姐姐，便是冲着我来的，对吗？哎呀，这事儿你都看出来了，果然你是我想要的人。我是从你过来我才猜到的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们整个盛家都中了你的奸计。上次我把你从江里边救起来。啊？什么？我救了你，你给了我一个忠告，让我不要再漂泊在外，给蓉儿一个家。打那儿起，我心里就想着，我一定要娶你为妻。这是媒婆。方才那个人，莫不是来提亲的吧？瞧那样子，不过是寻常的读书人，怎能跟咱家小公爷比？大娘子，放心。说的也是。你说你要娶我，直接去提亲就好了嘛。
干嘛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？就为这事儿，我吴姐姐险些命都没了。我若直接去提亲，你家老太太会答应。要成一门亲事不容易，要推一门亲事却特别容易，各种理由都可以作为借口。况且，我之前也品行不端。你家老太太脾气那么硬，她要硬是不答应，只怕你父亲也拿她没辙呀。你倒是蛮清楚自己的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。那你知不知道贺家的事儿？我祖母已经答应他们了。知道你还来提亲，还有没有纲常伦理？哎，把姑娘嫁给谁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提不提亲那是我的事儿。这有什么纲常伦理？况且，这事儿即便让你哥哥知道了，他也说不上什么。你跟贺家没缘分。若不是你横插一脚，我们怎么没缘分？因为有一个曹表妹在，所以注定你们没缘分。你也知道曹表妹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那这事儿也是你安排的？这怎么可能？自打我回京以后，我就四处打探你家的消息，我就知道你家老太太与贺老太太过从甚密。这贺鸿文呢，又经常往你家跑，哎呀，我心里边就明白了7、8分。后来，陛下让我去给他打仗，我也分不出手来。这事儿我只能从贺鸿文身上想办法。后来，我打听到贺鸿文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表妹，还被流放在外。那一晚上我高兴的都没睡着觉。结果曹家大赦了。这个曹家表妹的父母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军曹人家，那家人家不放过她，哭着打着不让他们家进入这个大赦的名录。我使了些银子，把她赎了身，让人指点他们家不要回老家，直接回京。这个曹家妹妹果然也不负我所望，把这贺鸿文缠得难以脱身。我这才有功夫好好去打仗。大赦不过10天半个月，曹家就在京城了。这事儿，只有你能办到了。没错，曹帮是运货的，那运个人不还是小试牛刀吗？郡主也是。来就来了，何必带这么多东西？家中公爷、小公爷都好吗？都好了。昨日元若去看榜，中了进士，这都是当日在你们家读书的福分，可不得带东西来好好谢谢了。过些日子要办家宴，请大娘子和府一起来吃个酒才好呢。哎呦！那可得给郡主和国公爷道喜了。不过，您的心意我们领了，可最近家中事务繁忙，要给2个女儿张罗婚事儿，实在是走不开。2个女儿，可不是吗？要说这姻缘呢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先前一直是没有中意的。忽而这2个女儿都有了着落，是喜事儿也累人呢。明兰的婚事也定了，定了哪家？郡主，没听说呀？
整个汴京不是都传遍了吗？定了那位平乱征西的大功臣顾家二郎。顾廷烨，他不是定了如兰？外面都在传，他要娶盛家嫡女啊。明兰上次回右阳老家的时候，已经由我家老太太做主，将她记在了我的名下，所以她也应该算是盛家嫡女吧。那顾二也愿意？怎么不愿意？他虽是御前红人，当朝新贵，却通情达理得很，不像有些人家计较细枝末节。他也从没瞧不上未来岳丈是个五品官，他还说呢，说就瞧不上那些墙头草，见谁得势便如苍蝇逐臭扑上去巴结。盛家一门都是忠厚之辈，宠辱不惊，比那些只知道攀高枝捧高踩低的人家不知道强了多少。说句不该透露给外人，这门婚事还是顾廷烨亲自登门跟我儿开口提的呢。一听说如兰也许了人家，便说明兰也好啊，盛家的女儿总不会差的。哎，这个女婿人真是不错，会说话，会做事儿，也算是我们家百忍成金，苦尽甘来了。郡主留下来用个晚饭吧。大娘子就不用客气了。时候不早，我去给老太太请个安就回府了。家里还有不少事要操持，就不打扰了。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应是绿